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Hello， 各位看官，北北对谈线下版历史哥来了。大家好，大家好。这个謝謝李翔啊，就是這一趟剛好有這個事情來北京嘛，所以呢就把北京的朋友見了一下。這其實時間很短，所以我們現在錄影時間已經是9點40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這個時候。因為我事實上我有發現這2天我真的是操勞過度啊，所以來你這邊之前呢都在昏睡。辛苦。但是不管怎麼樣，來了北京肯定我們要見。並且錄了那麼多期北北對仗，今天我們這期北北就不對仗了啊！我們今天就是既然好朋友面對面來了，我們就談心，聊天啊，深夜談心。因為有很多朋友會說，哎，李翔啊，拿着話筒在前面，適合就玩那種深夜談心，你知道嗎？在大陸晚上的電台節目，這都是那種要麼就是談心的啊，心理療癒，要麼就是生理療癒，就是各種療癒。這種電台就找一些醫生啊，我覺得哦，你這個病呢啊，要打這個電話啊，我給你留個電話，你找叢師傅啊，我叢大夫，我怎麼有種跟這個台灣的電台對齊的感覺？你知道台灣電台都是賣藥的，你知道嗎？哎，就是賣藥的，然後並且還必須得是南方口音，沒有南方口音，還那個藥感覺就是就沒有效，感覺是不知道為什麼啊，就是反正我從小就聽這個，不過沒關係啊，今天歷史哥來了，我們面對面。我覺得真的好長時間沒見了，需要找一點時間，我想再對齊一下。哇，上一次我們面對面還真是在雲南，在雲南吧，是吧？在雲南。然後我去了陝西，我去了那個甘肅的時候，給你打了一個視訊電話。對，給我打了視訊電話。那其他時間都是為了錄影而見面，但是在線上見面。啊，對，你打電話給我經常這個下馬威，突如其來的一通電話，一看在直播，然後再轉過來，當着所有人面說，我現在在李氏宗祠這裡，我要買一個東西，你買不買？你姓李的，你買不買？你把我推到那個地方又直播着，我能說不買嗎？哎。買！你的李氏宗祠東西沒有擺出來？我沒擺在這裡，我擺在家裡，那是家裡的是嗎？這個地方是，雖然說這個地方現在啊，就是我們破圈錄製的地方，但我不能說莫名其妙就變成李府嘛，這很奇怪。不過那不錯吧，那個質地啊是可以，而且其實挺有感覺的。對，我主要拿那個東西去教育我兒子。哎，不錯。哎，我們別忘了，我們明年啊好，明年我們要去李氏祠堂走走啊，我們一起去祭祖去，對，去規劃一下，因為今年我去呢，我感覺。這我一個人去太單薄了，我得多找一點李氏宗親來啊，你得找兄弟，而且你還當場背了這個李氏宗祠的這個解說的資深姐姐，哇，她真厲害，馬上找出你家族的源頭，你還記得嗎？啊，對，就說你是從東北來的，東北，你從山東去的吧？啊，我的天哪，點到位了啊，這下就對了，確實不容易。對，發現你們家可能也是李唐行之後代啊，對，也是從那邊過去的，所以看起來這個是這脈絡是清晰的，非常清晰，只是不知道輩分怎麼算。我覺得到時候看吧，這有可能，對吧？反正我怎麼着肯定不會吃虧啊。好，這個既然今天朋友來，我們就來聊一聊。你畢竟還帶着台灣人的身份嘛，所以說最近大家很關注這個身份。對，我們還是要去從台灣兩岸局勢當中的一些話題去切入，並且我也知道，再怎麼樣。台灣的博主和媒體人要進入到大陸的市場，勢必也要做一些適應和感受一下大陸的整體輿論氛圍。我個人覺得這種也是一種學習啦，因為坦白講，你是沒有辦法能知道大陸的老百姓或者是觀眾曾經在以往在你沒來之前，因為兩岸局勢的各種風雲變化受過哪些傷，因此才會發生你進來之後產生的一些波瀾。對，但我個人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們就借助當下的兩岸局勢，我們可以，一古今啊，這個來聊一聊未來。反正兩岸本來也就是這樣，不過呢，我也會帶着一些我的所謂的疑惑，哎，我們一起來討論。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或者是你想和我聊的，或者是你想問的，我們可以彼此間聊。面對面不就是應該要坦誠嗎？兩岸也應該是做到這地。面對波瀾出來的時候，我的意志就是要讓波瀾變毫無波瀾。那當然，每一個人都一樣。但是你知道嗎？每一個人其實人心都是肉長的。面對波瀾的時候，
目標是你說的那个，但勢必這個波瀾會產生到一些影響。它需要一點時間吧？我覺得正視波瀾，然後成為波瀾，化解波瀾。哎呀，你今天這些金句是從哪兒來的？我是不知道，這果然是去了國子監。你瞬間這個文學素養上升好幾個台階。對，結果最慘的是國子監今天還整修。哎，那是不是傳遞一些信號？在這想，來。我們還是先說說兩岸的一些事情吧，因為前段時間我還和蘇恆一起聊了一下事情，但我說實話，我依舊保持住我對於島內的觀察的那個態度，就是首先第一點，到目前為止，島內的很多新聞已經不會再讓我產生興奮，就是已經變成了以前我只知道它是茶壺裡的風暴，對，現在會覺得連這個風暴都不算，就是茶壺裡的嘟嘟響，就是沒有什麼意思。第二一個是，我個人覺得兩岸局勢的變化可能也趨於到我越來越悲觀，越來越悲觀。你的悲觀是哪一部分悲觀？我覺得兩岸的未來，兩岸會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對，會發生最糟糕的狀況。你要想，我是一個在你看來，我不知道你認識我的時候啊，會不會因為我有台灣認知和去過台灣做過交換生，而先天產生某種意義上面的信任和這個會比較親切吧？畢竟你是留台生嘛，那對你會有一點就是會覺得很有意思，近距離，對吧？但是連我這樣身份的人都開始在兩岸局勢的未來的判斷給予悲觀的一個選擇。你要問我12年前，不是12年，15年前、20年前的我，就比如說，如果我10年的時候我去台灣地區做交換生的我絕對不是現在的這個結論。我認為兩岸之間就是要擴大交流，然後像我一樣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兩岸之間才會好。但現在我就覺得是在打我的臉，我的臉打得疼疼的，並且我自己有些時候會為我當時那種打引號的幼稚的想法而感覺到有點自愧不如，就會覺得好像自己當時是不是沒看透一些事情。你最痛苦的點是哪一個？就是我覺得我也有一種被上當受騙的感覺。你覺得主要是在就是台灣的整體的政治人物嗎？還是老百姓，或者是你接觸到的人事物？我覺得所有人，我接觸過的所有，無論是他是政客，還是他是企業家，還是他是媒體人。哎，那我問一個尖銳一點的啊，那接觸到我之後呢？我回答你一個更尖銳的，我覺得沒有改變我的這個態度。哦，那非常好，沒有改變我這個態度。那代表說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不是 ，no， 我有一個結論，是我覺得我改變不了，或者是換句話說，在我的交流過程當中，我認為就相當於我上期節目聊的台灣地區的底色是天然的對於我，或者是對於我所代表的這片土壤。不信任，導致於我就覺得我沒有那麼多機會和那麼多的精力，再去和天然選擇不信任我們的人去過多的去交流，去費口舌。你不一樣，首先第一點是都姓李啊。這是先天性的這個，就是已經定義了一個啊，就是你知道李姓是全世界最大姓之一，對啊，同宗同族啊。對，你看從這個中國的這個李姓到西方也有李姓，西方李姓也是很大一個姓。對，你要想連那個地方也有李姓啊，連韓國也有李姓啊。現在的韓國總統李在明，對吧？對，英國、美國姓李的也很多，李對吧？對，李是一個，所以它是一個原生於人類的這個最早的姓氏。哎，對，好，這個不錯。對，但是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一個點就是，我個人覺得真誠很重要。因為我也遇到過一些台灣人，可能表面上就是他需要與你有利益的時候，對，他說你最愛聽的話，他說你在大陸你願意聽的話，但是扭頭過去就變了。我雖然沒有接觸過像閩南郎這個人，但是像我也接觸過和他同樣的機構和媒體人和人。甚至在我們面前不了解大陸的生態環境的下面去挑戰於我們的一些情感認知的一些事情，我覺得那種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但是他們就去做了。我給我的直觀感覺就是台灣的有一些人表現出來的一個特質，喜歡耍小聰明，這是讓我覺得心裡面會覺得有些受傷的一些點。第二，我覺得我們第一通電話，我覺得我們那天聊得很晚嘛，11點半聊到了1點半。哦，對，
我們聊到的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你說出來的話，你說我想為兩岸之間的認知差和彼此之間，拉齊對方的理解，做一點點你的，做一點點你的貢獻，对，然後借助這樣做一點點貢獻，如果也能這個某種意義上面的養活自己，這是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兒？這是我們當時聊下來的一個結論。对，所以我們才開啟了有北北對談這件事情。然後包括你上一次1年嘍。上一次你來北京的時候1年嘍，9月2號嘛，对，这将近要1年了。9月3號晚上，馬上還有8月31號到北京。對，我們上次一起吃了飯，然後我們一起做的直播，一起聊的天，好快啊，好快，就你一瞬間就會覺得我們都在各自的賽道上面為我們彼此之間想要達成的那個目標去努力。中間發生過什麼樣的波瀾，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裡，都知道，但是內心就知道宏大的那個目標在那裡，我們嘗試性去做，這你比較扛重，你知道啊？對，你有一個更遠大的志向跟目標的時候，有些事情你就比較能接受。如果你單向這個事情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這也太不公平了吧？對。但是當你有個更宏大的目標的時候，其實你會覺得說，甭管它公不公平，它是個過程，it's a process，就是你就會接受它嘛。並且你要知道，我覺得在最終結果沒有定論之前，這些事情的聲音絕對都會存在的。那肯定是的，它只會更大，不見得更小。對，因為它沒有結論，就是現在它沒有結果而已。對。但是回歸到你問我的那問題，就是在這個過程我是痛苦的。因為你本來是更樂觀的，對，從樂觀走向悲觀，哇，這個都沒有人療癒過你啊，沒關係，今天我來這個好好訪問一下李翔，來歡迎收看歷史哥的破圈了。我們今天來歡迎我們的嘉賓李翔，歡迎收看歷史一起秀2.0，我是歷史哥李修。你既然都知道了，歡迎收看今天歷史一起秀2.0，我們繼續追尋歷史最後真相。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修。你看，這就是一種結合啊，某種意思，這都面對面了。希望有朝一日我有機會能去台北的時候，也能去到你的場了，對吧？那種感覺是。你看，我們都做播客，其實就是做網絡廣播嘛。那我以前是在電視台做實體廣播，做了4年多嘛。我知道。所以我覺得訪談人這個事情一直都非常有趣。然後兩岸交流的時候，它其實也是一種這樣溝通的過程。確實煩、厭、悶這種不好的心情有沒有？這絕對是有的。但是呢，透過交流之後，其實反而獲得的喜悅，獲得的快樂，獲得的更多的增進的知識認知，其實是你說苦痛並存吧，就是苦是吃的苦，痛是痛快的痛，所以呢，但是最後那個是沒有出來，就是其實快才是這裡面獲得最大的。那我問你，那你覺得你就是做了兩岸之間交流的這個事情之後，你覺得苦是在哪裡？我跟你講，苦是指物理上的苦啊，那你剛才想問的是心理上的苦。對，物理上的苦，尤其是針對兩岸。對，物理上的苦是只有我剛才講的吧？這個真的是那個，像我剛才來那之前，我一直在睡覺，因為這身體是真的是很难受嘛。而且還有氣候。我要吐槽一下，他跟我錄北北的時候，有些時候他都會睡着。這沒辦法。你錄北北，你都是被我給呵斥醒了。你幹什麼？你睡着了。開玩笑，你都招我那個辛苦的空檔，給我一種特別不信任感。我在這侃侃而談，在這跟他對仗呢。我說啊，我們怎麼的時候，你這個模仿，對，我說是好歹拜託啊，你在我的電視屏幕，因為當時這個環境上，我們有些時候錄北北的時候，就是他現在此時此刻真實的歷史歌是在我的電視屏幕上，我就看着他那種。我覺得我忽然間有一種就是以前上課的時候老師的那種憤怒，你知道嗎？就是我在上面給你上課，下面一轉過去看一堆學生，要麼是在那裝睡，就是裝聽課，在那搖着筆裝聽課，要麼就是看你，你看你這功力不錯哦。我真的，我高中的時候就是這樣，就有些時候實在是太困了，我就是搖着筆。就是這樣，然後時不時動一下，表達自己活着，知道嗎？就是這種一個狀態。我不知道你台灣你會不會這樣？我跟你講，我們台灣人很多人這樣。然後我後來不是有去附中教書嘛？我發現老師當年講是真的。就是你以為你騙了老師，但老師只是不想抓你。對，一目了然。誰睡覺3晚你還是要抓嘛？算了，這麼多個神。我覺得第一個痛苦是不被理解吧，就台灣人不信任你嘛。就台灣有一群人非常不信任你。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先台灣人不信任你的，對不對？其實是我這麼說好了，當我們站出來願意跟你接觸的大陸人肯定是信任你的，或至少他對你期待有一種期盼。
然後願意跟着我走的粉絲，那肯定是一種期盼。你說我們因為做這個兩岸交流有沒有損失粉絲？那是肯定損失粉絲的。為什麼呢？因為有一些人他就是想看台灣的事情，他就不想要，就像你講的，你對台灣事情沒興趣，他對台灣外的事情沒興趣，這個也是有。那我覺得第一個這個痛，我就說這種不被信任。那不被信任，你說大陸先還是台灣先？我覺得都有。台灣就有一些人，他每天就那個嘛，他們就切鳥嘛，對，但他被切鳥影響的人嘛。那大陸也有一群人，但是發現大陸不信任你的人，當然是比較後面，因為你前面來的時候，比如說我上次來北京是我來大陸最快樂的一次，為什麼？因為那次被王小保護得很好啊，去哪幹嘛的他們全包了，就是幫你把所有的這個旅行的行程对安排得非常好。當然我知道肖哥玩得很開心，但是那一次是讓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哦，原來大陸這麼厲害。原來大陸這麼好玩，一直沒想到，對吧？然後因為前次去這個南京的時候是24年的，24年是跟雷倩委員去的，然後第二次是去上海，那次也不錯，但是沒有像北京這麼好玩，因為北京這個都是我們歷史系，就是對歷史的，就是你在這裡隨便走，你都能找到很多以前的書裡邊的東西。是的。像我們今天這個還經過了這個什麼雍和宮嘛，對吧？但是時間超過了不能進去。去裡面拜拜嗎？沒超過沒進去，沒時間進去。下次。OK。那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慢慢的，就像你剛才講的，說先後，那還真講的話，那因為台灣的這些不信任你早知道嘛，所以他肯定先嘛，因為你是本來就知道的，你做與不做就。哪怕不做兩岸交流，我們只是說大陸的好話，其實都不用講好話，我就講真實話，他們都生氣嘛。但是大陸這邊的話是慢慢的做到一個深水區的時候，等到你粉絲成長到一個數量，還有你在大陸的知名度打開到一個程度的時候，開始有人把你作為攻擊目標，那這辛苦了。這個就會想到說，這麼兇猛的嘛，因為他的攻擊，台灣人就說千鳥罵你猛，但是因為你知道怎麼抵抗，大陸人罵你，你會。一開始你可能不知道說這個抵抗是怎麼樣比較有效，我們一樣抵抗嘛，就是你被罵，你肯定是比如說你要把心裡面去調適，要麼你把它回去，要麼怎麼樣，你總有一些作為嘛，你說應對，我們不知道這個應對有溫差的，就連這個應對都有溫差的，怎麼樣的應對是好，怎麼樣應對是不好，這是要學習的，所以我覺得這個痛苦是在這裡。你還記得去年9月3號那天晚上直播不對，9月2號我要去這個天安門觀看閱兵之前，我們一起吃飯，我帶你去這個飯店的路上的時候，你那會兒在直播，然後我印象特別深的一個對話是，當然這個真的是不一樣的，就是你在做台灣受众的直播的過程當中，当面对你无理的攻擊的時候，你的採取的方法真的就是回擊回去。台灣罵觀眾很常見啊。但是你還記得嗎？罵最重的是誰，你知道嗎？這個以前罵最猛的好幾個啊，像朱學恆非常會罵觀眾啊。對，在台灣的媒體人反向罵觀眾是一種流量爆點，而且台灣我不知道這些被罵得很抖 M 還是怎麼樣，很奇怪。對，但是大陸是不一樣的。對，所以說當時我開車的時候，我送你過去的時候，我說你們還能這麼罵粉絲啊？我說這是在我們大陸這樣罵粉絲，你賬號就沒了，不是因為你賬號被平台怎麼樣沒了，而是可能天然粉絲就會很反感，就是覺得你高高在上或怎麼的。Anyway， 這是完全是你說的溫差的這件事情。這個是，但是我万萬沒想到，但說實話，我萬萬没想到，可能1年之後在你身上就開始發生。发生的理由我們可以去探討啊，發生的理由我們可以去探討，但是它這件事情的這個溫差就出現了，就是我們在應對不同的輿情環境，可能採取的方法都是不一樣的，兩岸之間。對，這我覺得是跟兩岸的社會的原生性。我們剛才在開錄前有一個很精髓的比喻嘛，你說你這個機器，你剛才不講那個嘛？你說這個機器有使用說明書嘛？對，你來大陸這個機器也有使用說明書吧？你不能台灣怎麼操作，你到大陸怎麼操作？你要看使用說明書嘛？對。然後我給李翔回了說。不，台灣人不看使用說明書的，所以我就很崩潰嘛。你說出來這句話的時候，我就很崩潰。買一個東西過來不看說明書，那麼瞎搞嗎？真不看。你們是什麼人？什麼心態？莫名其妙，買來東西不看說明書，然後我自己鼓捣。好，那說明你們是小天才。反正好，那換句話說，說明你們錢多。反正鼓捣壞了，我再買一個。不，台灣是這樣。我不僅不看說明書，我還發明自己用法。更是神經病好嗎？你們真是，你們買这幹什麼？你自己發明不就好了嗎？你知道這個東西就是兩岸在社會底層最大的溫差啊。台灣人是先要求自由，在自由中尋找秩序，
然後以至於不要讓自由崩潰，因為你知道無序的自由是會崩潰的嘛。所以台灣亂哄哄，在亂哄哄當中，亂中有序，然後序中又有亂。然後不斷的在這裡面擺盪，然後在大陸人看來，你們好煩啊！你們是的，你們好浪費時間啊！是的，你們有病嗎？對，好，你做點事吧。对，因為你們吵了5年，那橋都還沒開始，我們橋已經修完了，通車啦。對，台灣人也很討厭這一點，但我們社會就是這樣的，我們習慣了，然後大家就這樣過嘛。那在大陸呢，先把秩序擺出來，先有秩序，在秩序之下的自由，大陸人認為是真自由。對，我前陣這就是那個 ARTE 啊，就 ARTE 是那個德法電視台，我不是有跟你聊這事嘛？對。他們就是不能接受大陸這種那個 order， 就是秩序是比自由更重要。他們認為這不是自由，但是我覺得台灣人是能接受秩序比自由更重要。然後這個自由我們可以理解是自由，因為我們也還是有中華文化傳統，中華文化裡面秩序是比自由重要一點的。先有秩序才有自由嘛，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其實它是一種秩序。對啊，对，那這個秩序背後代表是一种自由，這樣的邏輯是對的。但是我們也接受了西方邏輯，所以我們就在這裡面，你說洋股也好吧，反正它就融合出一套新的邏輯。台灣社會整體這麼說啊，全球華人社會裡面，扣除那種就是非華人為主的地方，新加坡、香港、台灣、澳門跟大陸，我覺得融合的最好的是台灣。新加坡是完全基本上西化的比較厲害。香港是西化了一大半，然後台灣是把这個中西融合最好，我覺得最平衡。這不是我自己吃瓜，但是當然它有很多問題啦，所以這個在大陸看來很奇怪啊，然後也出現了很多我們很多像是比如說講到統獨議題的時候完全不能認同嘛，但是我說就秩序論秩序，就自由論自由這件事情本身的時候，我們這個秩序跟自由它有一個有序的一個狀態，你看香港就玩脫了。對吧？香港就19年這個事件就玩脫了。就是我在這裡，我就不好意思啊，我打斷，就是我可能有一點點不太認同的點，就是來自於我個人認為新加坡的秩序會大於自由。哦，對，這個我剛才講錯了。對，它是全盤西化，但是它的秩序，你講的好，你講好。我剛才對，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我和新加坡人聊過這個問題。對，他們秩序是第一。我去新加坡的時候，那會兒是第一次朝美峰會的時候。對，我到了新加坡，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對，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借着有採訪。然後再加上我就覺得，哎，那我觀察新加坡這個社會嘛，不是傳說出來新加坡都很嚴啊，怎麼樣？然後，但它確實很乾淨，它很有秩序，也很，就是看上去很井井有條的樣子。但是我就問了一下新加坡的一個這個出租車司機啊，一個 taxi， 然後我就問他，我說按理來說啊，你們更世襲哎。就是不說是，就是大家開玩笑說你們李家坡嘛，對不對？爹傳給兒子，然後並且，你們怎麼看待政府和這個老百姓之間的關係，或者是你們所謂的那個議會，就新加坡自己那個議會的那個政黨之間的那個關係？哎，我覺得他說了一個特別精髓的一個話，出租車司機講的，新加坡的一個人說，我們新加坡很小啊，這個大家都很知道，對吧？但是他說的是，我們就把政府看成是一個小區社區的物業。你這個物業能把我小區的電梯掃乾淨，街道掃乾淨，有磚頭翻起來了你鋪好，我管你姓誰，你只要能做這件事情，我花的錢，我發現在社區裡面管得很好，那我就繼續用你就好了。這是出租車人跟我講的，他把他們自己，首先第一點，他們可能因為便於管理，確實是可以當成一個社區可以去做比擬的。同時，另外一點就是他當成社區裡面的物業，然後物業來去說物業和這個居民之間的關係。所以我非常謝謝李翔，這個提醒得非常好。其實新加坡更像一個高效運作的公司。對，所以它的自由度是公司的規章制度。其實你講對了，這講對了。所以因此我說，如果純公民社會的融合，我是覺得台灣把這個自由跟這個秩序的邏輯啊，融合的蠻特殊的。我不能說最好，我說講最好可能有點老王賣瓜。我說比較特殊，亂中有序，序中有亂，那確實是這樣玩。當然有人在破壞啦，賴桑這是完全用司法，他在搞破壞嘛。但不管怎麼樣，我覺得這一點呢，就會導致說這個巨大的溫差。所以我們就拉回來講嘛。巨大的溫差就是其實是每一次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你比較辛苦的部分，那個苦會出現，因為你在面對不同的受眾群眾的時候，其實你會覺得說，那這樣做還是我自己嘛？如果我 follow 的這樣的做法，還是我自己，我會自我質疑嘛？因為
我在台灣做自媒體已經做了一段時間了嘛，那有一點基本的積累，所以我已經脫離了父子騎驢那一塊。因為做自媒體最痛苦的就是父子騎驢的時候，對，比如說像現在翔哥有這麼好的一個辦公室的時候，我就覺得你们要仰仗你们，要仰仗和你们的交流啊。我身為一個朋友，我是替你感到高興的。哎呦，真是！對，因為去年我感覺你還在摸索一些方向，對。那你今年我一來，你看我又看到1萬個充電的時候，哎呀，不要這樣，牛逼！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哥們，你真牛逼！我跟你講，兄弟，我覺得這個都是很難積累的成就，所以這個是你熬過那個痛苦嘛？那個痛苦是很要摸索。你是能理解那個痛苦時期的過程嗎？對，那現在我要重新再經歷一次這種痛苦，這個痛苦是最難的，因為我把來到大陸。這個事情，我是認為再創業，我只有用這樣的心態，用這樣的心態，用再創業、用2次創業的這種心態，你才能說服自己去吃那些苦，不然我何必幹呢？我在台灣雖然可能賺不到像在大陸的這個更大的槓桿，其實老實講，現在大陸當然收入我是完全沒有帶回台灣了什麼的，那些東西是一回事，但是。不管怎麼樣，在台灣小日子已經過得可以嘛，還行嘛，對吧？你上通告，做剪輯，這很好過的。然後反正政治人物也買你賬了，你有個人脈網絡啦。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我這個痛苦就是再經歷一次。它既是創業的痛苦，也是市場准入適應的痛苦。意思在對於說，我們做這件事情，其實初衷不是作為商業，但是你之所以把它作為一個商業的邏輯，是因為只有它有一個活絡正式的一個商業的一個運作邏輯，它才能可長可久，它才能有序的讓你去推動你想要的目的。我們想要的目標很簡單嘛，我們希望兩岸能夠得到一個。不管能不能得到最佳解，但至少我們往這邊去努力，為民族國家也有所裨益嘛。就是爭議於民族國家的這個是我們做一個讀書人，也是對於一個兩岸有識之士的一個自我使命感。但這個自我使命感不能建基在空氣之上。你像愛情與麵包，你要先有基本的麵包，你才能持續運作你的愛情嘛。如果你只有愛情沒有麵包，你再做多久，你馬上就熄火了，而且你沒有辦法撬動真正的力量，因為你真正的力量你要規模。你要有一個長久的規劃，所以這個是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核心。當然我知道這件事情被人家就是會攻擊嘛，歷史哥來這邊是想撈錢嘛，掃馬哥嘛 ，AK 什麼對不對？歷史哥 AK 什麼，我都理解。可是經過這麼長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得慢慢的大家也理解說，其實就我剛才在台灣做的時候也有這個狀況，就說你做這個你為什麼一直要錢？我說我沒有要錢啊，但我也要錢啊。我沒有要錢的時候，我不是死要錢，但我要錢是為什麼？因為我希望我可以擴大我的影響力。我相信我已經對得起當初在台灣作為知識股東給我投資的，不管是天使輪、A 輪、B 輪、C 輪這一些支持我的，就像個投資一樣，他已經看到成效了。而且確實我們也已經有一些影響力可以去影響的一些事，比如說去年大罷免。回過頭來，這個在現在的兩岸的狀況是我們現在正面臨這個痛苦當中，然後慢慢走出來了，但是還是會不斷面臨新的挑戰。所以這一年確實學習的非常非常多。我說真的，這一年能夠這麼樣的走下來啊，老實講，也就是認識像是你啊，肖哥啊，對。因為我知道兩岸之間的問題勢必會映射到現在在大陸出現的台灣身份的人身上。因為我說實話，就是你要是這某種意義上面也算是一種代表嘛，對吧？對。因為找不着別的人來說嘛，那只能是找你們來說嘛，這是一個。第二一點是我個人覺得這種溫差也是來自於你們在島內的一些，無論是處理輿情的方式方法的不同，還是屬於面對時政的，我坦白講，嚴肅程度不同。哎，對，大陸是很嚴肅的嘛。對，這個事情就會台灣是很搞笑。對，就會導致於，可能他就會有點，就是會有一些所謂的自己的觀點。你知道最近台灣最夯的梗是什麼嗎？什麼？台北順起來哦，沈伯洋對，沈伯洋台北順起來，真的是好惡心吶！這種實在是，這是賣什麼萌？這 future 順，我操！我又回到台北那個狀態，這是真的嗎？而且他是認真，好惡心啊！他的 logo 是一個超大的順，然後後來發現央視曾經做過《順起來》這首歌，順起來哦，我都不知道。所以沈伯洋又再次驗證了一件事情，你看他的中國紅熊身份，哎，你看對，他爸爸賺紅錢，在大陸有紅粉知己，對不對？對。然後他自己呢，他的那個黑熊學院那只熊是中國越熊，你知道嗎？是好，因為你知道那個黑熊學院那只熊是圓領的嘛，台灣黑熊是 V 領的嘛，
台灣最經典就是 V0嘛，就這個台灣黑熊。就是柯文哲當時辦世大運的時候的那隻熊，那熊在那 V0啊，對，那 V0啊。台灣黑熊跟中國紅熊，這個講白了，這個在學名上面他們是亞種嘛。但是他們最大不一樣就是說，他們到了台灣之後，就是這個黑熊分布到台灣之後，在中國大陸的它變成就是今天學名叫中國紅熊嘛，它就是越嶺。然後到了台灣的那個台灣黑熊，它就是 V0。結果他還選了越嶺，他不選 V0啊，所以他太有意思了。他現在選季全口，要選這個順起來，這我覺得真的是就是蠢爆了。愛夫兄，對，就是還是一個做。所以你看哦，这就是台灣的，這就是台灣很有意思的這個政治。但是你必須說，在大陸人的看法裡面，我覺得是無聊。對，但是我們覺得樂此不疲啊。这真的是就是帶給我們巨大的快樂。在我看來沒救了，真的就這種環境。Anyway，我說到你身上，就是你說到兩邊都有這種可能不理解的這種情況。我真的我問你一個，你跟我說實話，你覺得哪個不理解讓你更痛苦？最近嘛，不用最近，就是至少這一年吧，因為兩邊都發生了嘛。对，其實這一年我覺得都還好，是最近確實比較難受，因為最近因為這個我之前講過我們家的這個就是關於就在日本殖民時期的這個家族記憶嘛，那就有人說哇，那歷史哥你是台籍日本兵後代，我想我什麼時候變台籍日本兵後代？我這麼反帝反殖，這麼堅決的反對日本殖民，哇，怎麼突然之間呢？我可能沒意識到。後來我才發現說，哦，原來是因為我阿祖，但他們很多人說故意說是阿公啦，因為我知道大陸正臣是3代嘛，所以意思是說你這身份不純嘛，他硬要戴你帽子嘛，那我阿公沒有，我阿公是堅定的反對日本人，所以最近我在友台也講了3個故事嘛，家族故事嘛，那就是為了解答這件事情，但是這個不理解哦，第一時間確實挺痛苦的，因為他們會覺得說，啊你就是啊，所以你都是虛假，你是日雜，你是惡鬼子。你阿公在這個南京的番號是什麼？殺了多少中國人？對啊，這問題是後面都是造謠嘛。第一個，我阿祖從來沒去過南京嘛，對不對？第二個，也不是我阿公嘛，是我阿祖。那因為阿公跟我感情非常好，阿公就是我媽媽的爸爸。那因為我們閩南人是不分內外的，所以呢，這個因為我跟我爸感情不算緊密啊，閩南人都這樣，父子之間關係都不緊密。但是跟阿公關係非常好，我阿公那時候還去過中山市，因為那時候台灣的鞋業在西進，就是到大陸去，他以前自己開鞋廠，後來去做，他鞋廠收掉之後就去人家做那個鞋匠師傅，他的手藝非常非常好，然後在中山的時候去教大陸的，他有收大陸的徒弟哦，收一男一女，最核心的徒弟是演员，當然廣泛的教是有，那2個是完全跟着他學的，教師傅的，然後。在中山市，你看中山，我又很喜歡孫中山，所以我又把這個串起來。然後他那時候在那邊掙的錢很多，就給我買玩具，我玩具都基本都是阿公買的。我爸負責丟玩具，因為他說我不收拾嘛，你負責丟，所以感情很緊密。然後當不管是阿公受到這樣的污衊，或者是我們受到這樣的攻擊的時候，我一開始會覺得是痛苦的。但是回頭想想，他們講的也是事實啊，就是這個台籍日本兵或任何形式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都是漢奸行為，勢必要遭到譴責，勢必要遭到譴責。而且你作為他的直系的後代，不管你認不認識他，比如說我不認識我這個阿祖，我叫他叫，據說他蠻早死的，他叫什麼姓他姓什麼，大家知道嗎？他姓陳嘛，我知道，但是他叫什麼，長什麼樣子，身高多高，嘿，完全不知道。但是你因為這樣被罵被譴責，你要不要接受？我一開始是不接受，所以我被罵得更慘。我學了一課，在大陸輿論場裡面，人家罵你，立正夾緊屁股。先被罵一輪，先被狠狠的揍一輪，揍完一輪之後，不要哭，那是你活該。誰叫你今天要做這個自媒體，你就是出來拋頭露臉，你就該被罵。誰叫你自己有身上流着他的血，即便你不認識，你就活該被罵。你得先認清這個事實，但這個痛苦是非常巨大的，因為一方面在撕裂我一個對於說，我對於大陸是有很美好的，可能就像你一樣，是有很美好的想法，是說應該大家都只是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一種衝突感，但這個我發現不是，這個是一個來自底層邏輯的，因為大陸對日本的痛恨，那種對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死傷3000萬軍民的痛恨是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最近高市早苗搞事，那他這個變搞事早苗，至於製造這種輿情風波的時候，這個輿情它必須要有一個出口，所以在台灣確實就有一群人叫台籍日本兵，然後去做這些事情。那我只能說，
我透過還原這個我阿祖的故事，然後我也找到了其他的阿祖的故事。我後來想到說，我另外一個阿祖是抗日的啊，那我怎麼辦呢？所以當時就是拿這個日本兵來攻擊我的時候，說我是日雜，是惡鬼子的後代，我就是惡鬼子，說我阿公去南京殺人，殺了多少中國人。就第一個是我阿祖了啊，說我阿祖去就是曾祖父嘛，外曾祖父，那個苦是真的苦，心裡很難受。然後這延伸到第二個故事啊，第二個故事是我阿公的最小的叔叔，就我剛才講的，我那個外曾祖父的最小的弟弟。就我們在閩南話裡面叫微姐，小叔。這個微姐哦，這個我們叫做這個舅祖叔祖啊，我們這個叔祖呢，他在嘉義，這個他就跟我阿公感情很好，因為他比較大，然後像兄弟一樣，被日本人打，小朋友很容易被日本警察騷擾的，打成重殘，打成重殘之後送去嘉義市治不好，你嘉義當時醫療條件不好，送到台北死在台大，然後這個事情讓我阿公印象非常深刻，但後沒幾年就光復了嘛，我從來沒看我阿公哭過。他講到這個時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他哭。他過世前3年的時候，所以我就覺得說，他對日本，難怪他一輩子投國民黨。為什麼？因為他認為國民黨是打跑日本人的大山。他說國民黨哦，可是兄弟不那他怕敗，就國民黨就是把日本人打敗。他會講這句，他沒講歷史，他就講這句話。然後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跟我交代一個事情，他說我們做這些新聞媒體，因為在台灣政媒不太分家嘛，你如果要傳，很多人會轉嘛。他一直跟我說，第一講選舉運動，第二講政感才好回下崩。什麼？第一撒選舉運動，第二撒種甘蔗給會社蹭，會社就是糖業株式會社。但是我們台灣常提到是第一講政感才好回下崩，為什麼他會有這個錯字呢？原來，就是當家族被捲入到這樣的一個巨大的政治風波裡面的時候，是很淒慘的。我以前沒理解到，是這幾天我在重新反思反省的時候，這個感想是我今天第一次在你節目上講出來的。你知道嗎？就是你還記不記得當時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我和你的聊了一下這個事情的作為大陸人的觀感。對，我也可以直言不諱的可以和你講，就是作為大陸人來說，哪怕是聽到任何一個在大陸地區發生的抗日戰爭行為敌方的故事视角下的故事，都会是某种意义上面，尤其是在当时当下这个时间点，都会是一种所谓的二次傷害。就是他會認為他就是不應該不能叫被傳播吧，但是至少是不能讓我們感覺到好像在美化某種意義上面的，然後去告訴我們哦，原來你們有你們的視角，在我們看來不對，錯的就是錯的。一定要壁壘分明去做，這是我當時和你聊的時候我的直觀感受。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你那時候聊跟我這時候聊，我的情緒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完全不一樣了。我現在完全接受，因為這件事情被批判、被攻擊，甚至因為這樣子被公審，我覺得我們既然有這樣的祖先，有這樣的行為，我覺得是可恥的。就我舉個例子，即便他是萬般不願，但是是可恥的。OK， 對，你能這麼講，我覺得就是至少當時我跟您聊的過程當中，你應該有聽到就是大陸人的聲音，或者是說，可能台灣對於抗日戰爭的這件事情也來自於我們之前做歷史對仗的時候所說的那個話，就是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的。你想你學歷史的是屬於不是從你的歷史書本，而是因為你感興趣，你去找到了相關的一些關於歷史的來龍去脈的事情，在台灣已經完全支離破碎了。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可能沒有辦法完全去理解一場抗日戰爭對於一個中華民族的殘害有多麼的可怕，或者是多麼的惡劣，導致於我們民族情感這件事情上面是沒辦法接受那樣的一種敘事的，這是第一個。第二一個，你還記不記得我給你舉了個例子？我說我去年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時候，我去日本採訪，我不是就是一個是德國，一個日本，然後人與鬼的距離啊，對，人與鬼的距離紀錄片的時候，德國我也去了，日本我也去了，當然德國是好朋友。出境，然後我是負責做對接、開車、亂七八糟這些事情，但日本是我全參與。
日本的整個的採訪對接過程當中，我採訪過一位日軍的老兵，731部隊的老兵，叫清水英男。這位老兵其實在大陸近些年是去過哈爾濱，去過731部隊原址的地方去謝罪的。他也通過媒體，甚至他在日本當地還在做宣導731部隊的惡行的那些故事。他肯定受到日本右翼非常強烈的，他非常大的强烈，就是真的有人是去到他家裡面，是警察恐吓撕他的東西。他是跟我們講的，因为我問他我說，哎，你手頭上還有沒有當時的那些資料？他說現在只有這些了，因為每年都有人來找我來撕東西。一個90多歲的一個人啊，anyway，他是做過謝罪的，他也接受了我的採訪，我也在他說出真相這件事情上面，我某種意義上面是。在這個側面上面是感謝他願意說出真相，能讓我們能以正視聽的。但是，我說實話，我通過我採訪他，到他說出來的故事，到我從他家離開，到我回到北京，到我做這期節目，到現在此時此刻，我都沒有辦法原諒他說的裡面發生故事的細節。這就是情感問題，這就是民族情感問題。事實是你現在正在做正義的事情，但是我沒有辦法原諒你以前做的不正義的事情。對，我跟你當時舉這個例子的時候，就是讓你能理解大陸人在看待這件事情的一個邏輯是什麼。所以說我個人覺得我也很開心，是你也某種意義上面吸取到了我們在說這件事情，因為真兄弟才會說真話，對吧？這很感謝，對吧？才會有這樣。這是我覺得，我覺得我比他更困難的一個點是，那是他自己的行為，他自己負責。我是4代之前，然後我連認識都不認識。我甚至不知道他幾年死掉的，他何年出生的，他的墓在哪裡，他的碑在哪裡，我都不知道。也許我就問得到，但是你要知道，我們講白了。中國人嘛，基本上是本家姓為主，外姓我就是外曾孫，就他過世，我可能只需要去到最後一天加祭的這種狀況。我基本上，而且重點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嘛。那對我們來講，我們心裡是很撕裂的。因為如果一般人，那我大不了大陸市場不做。很多台灣人，我後來發現是這樣。因為我最近接觸的多了嘛。他們也都遭受到一些網暴，他們就乾脆就離開大陸網絡，然後過幾年再回來，因為他的本業不在這裡，那所以我就會有一個撕裂感，就是那我到底要怎麼樣繼續下去？可是我覺得，如果我這時候就退了，那我就是個輸啦，我是個孬種。第二個，如果你連這一點痛都扛不住，那你憑什麼告訴人家說你走這條路是對的呢？第三個，對不起粉絲嘛。尤其對付粉絲，大陸的粉絲給予我非常巨大的動力。那台灣的粉絲更別說了，他們已經陪伴我7年了嘛。所以全球的粉絲在支持你的時候，尤其兩岸的粉絲支持你做這個事的時候，你更該要堅持下去。所以這很多的因素慢慢的代謝，然後透過自己的消化，透過在這個家人朋友之間的把自己情緒消化轉化之後，你就慢慢能夠接受到這個事情，然後並且更清楚認知到，就是。討論不管台籍日本兵、日本帝國主義這件事情、日本軍國主義這件事情，在大陸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樣態？而且我覺得這是這整件事情最深的深水區了，因為這相當於是兩岸之間的馬里亞納海溝。你不覺得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我們之前做北北歷史對仗的最終目的嗎？其實你想一個事情哦，我們之前做北北歷史對仗比較着重在國共這件事情。對。所以我們是針對國民黨、共產黨的討論嘛。那因為我也不是國民黨員嘛，那你也不是共產黨員嘛。我是民主黨派，對，是民主黨派嘛。但是我們相對來說還是可以比較冷靜。這次事情是因為牽涉到自己本身，所以有一種就是被就那一波衝過來，所以這個就回答到你剛才一開始說這苦的問題。我其實想和一休分享的我的直觀感覺，我覺得你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就是對於你的家族的故事，它會加深於你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摧殘的惡劣程度的印象。同時，正義和邪惡同時都發生在你的家族故事的兩支脈絡當中之後，
最終是正義獲勝。就是為什麼我們叫正義必勝，不是口號哎，不是口號哎，就是這件事情在你身上，你就能形成對比。做錯事情的人就該被唾棄，做對事情的人就該被讚揚，就是那麼簡單，就是那麼簡單。其實這個世界上面本來也就是這樣的一個運營邏輯的關係嘛，所以我覺得挺好的，就是能找到這些自己身上的故事，然後去映射你的對於歷史的看法。比從書本上面知道一些別人的故事要更加切身之實，並且那種痛感和你自己身上流着這個血，我覺得可能會形成共振的。我覺得对於你來說會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壞事。但是我比較好奇一個問題，這件事情我也是很想問你，就是曾經我們聊過，你也說你的家族背景是來自於深綠的地方，但是我真的比較好奇是，那為什麼會塑造於你現在想要去某種意義上面和以前自己家族的慣性思維去做对抗？深綠是我爸爸這邊啊，我爸爸他們家的話，其實他所有兄弟姐妹，包含他的堂弟，全部都支持民進黨的，然後那時候美麗島事件在高雄鬧的時候，我爸跟我阿伯他們是去幫忙丟石头的，丢石头給國民党警察。國民黨警察要抓人嘛，所以他們這個綠是老綠、老深綠，很強的台灣意識。好，那我怎麼跳的？就我讀歷史嘛，因為我非常喜歡歷史，我從小就很愛喜歡歷史。慢慢看着，就有一些想法的改變。而且呢，你看同樣很本土，我媽媽那邊他們就基於對日本人的反對，他們比較傾向國民黨。就我阿公他就是非常傾向國民黨，就相對很傾向國民黨，因為他就反對日本人嘛。我想。都是家族嘛，為什麼會都是不同結論呢？一邊是非常本土意識，然後非常親綠，另外一邊是反對日本人，所以很親藍，很神奇。好，再往下推，我讀書的時候，我覺得最大改變是在大學的研究所期間，我發現台獨的理論有巨大的缺口啊，不能說服我，難以邏輯自洽，那個也是痛苦的啊！台獨怎麼那麼白痴？這理論怎麼那麼瞎？什麼？這個開羅宣言只是新聞公告，不具法律效力。波茨坦公告有啊，波茨坦公告第8條不是開羅宣言嗎？這個沒有，這不重要。這是他們的邏輯嗎？這是他們的邏輯。那關鍵你呢？你就是我就覺得這個事情說服不了你自己，是怎麼可能說服得了？波茨坦公告跟這個開羅宣言，他們都是在英文裡面都是 declaration 嘛，並且是白紙黑字寫出來的，就寫得很清楚了嘛。那Declaration 為什麼 Declaration A 不算數 ，Declaration B 算數？啥鬼呢？莫名其妙。而且投降就是按照波茨坦公告投降，所以我就問老師很多問題，在台獨老師回答不了。比如說我問了一個問題，我就想為什麼這個台獨要逃避日本殖民這個事實啊？好，我就說老師為什麼叫日治時代？那台灣有這個日治、日據、日殖嘛？為什麼叫日治時代，不能叫日殖時代？殖民的殖，那他回答不了。我說是這樣啦，因為这個日治的縮寫是台大一個台獨教授的周婉窈，他定下的。我說這樣啦，就是這個日本殖民統治，我們也可以簡稱日治啊，幹嘛鬼扯？但為什麼會強調日殖呢？因為殖這個屬性才是強烈的嘛。為什麼強調殖？因為殖是20世紀之後全球思潮，反帝反殖。对，所以美蘇兩大強權霸權就把所有殖民帝國都拆了嘛。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事情啊，怎麼在台灣突然就轉彎了呢？講白海豚會轉彎是吧？是不是莫名其妙吧？對不對？所以這個我就覺得說，你再怎麼樣，你不同意國民黨的日據史觀，因為國民黨的日據史觀其實是來自於這個開羅宣言是竊據嘛 ，stolen by Chinese 嘛，是偷竊的嘛。對。那因為日本投降是根據波茨坦公告投降嘛？對。那波茨坦公告就是認了開羅宣言，所以在日本投降那一刻，他們就承認了他們是偷竊占台灣，對，所以他們是日據。可是如果你不要陷入這種，因為在台灣就會陷入到藍綠思考，日治跟日據。我說你們各在一面不作為，你用日殖客觀描述啊，日本這邊全世界上的主要的不管是地區，它就是殖民統治啊。對，大家講到是時期的什麼 period of colony， 对吧？對，殖民地時期，或者是 colonial period， 殖民地的時代，怎麼會有台灣用日治，然後他們還把維基百科改成什麼？就是 Japanese rule，
The period under Japanese rule， 日本治下的时期，所以就第一個對台獨理論破口，所以就覺得非常瞎啊。然後再來就是不斷辯證嘛，然後發現台獨理論真的很荒謬。對於這個台獨理論的破碎是第一步，那接着是我覺得很大的程度是看到民進黨非常糟糕，尤其16年是我最後一次投給民進黨，就投給蔡英文。那16年你為什麼投給蔡英文？我們還是覺得說，雖然對民進黨已經慢慢的出現一些很失望的感覺，但是覺得民進黨出了一個很不一樣的領導人。因為覺得蔡英文是不一樣的領導人。那個時候他包裝得非常好嘛，因為那時候16年的時候他很清新，他沒有像民進黨其他人一樣老死喊着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然後講話也不粗俗無禮嘛，就那個，那你看他其實他以前是國民黨培養的學者嘛，所以就這種感覺是他比較中性，然後基於我們對這個本土品牌還是有點信任度的，就是那是你最後一次，對，最後一次信任，對，結果投了之後，哇，真後悔。那我想問一個問題，現在你基於對於兩岸交流，或者是對於所謂藍白之間的某種意義上面的支持啊，這種所謂的支持可能不是來自於說選票，但是至少是，討厭民進黨的原因。那，如果有朝一日民進黨被教訓了，他就下台了，你會怎麼處理當時當刻你的對於島內政治的立場選擇的問題？我覺得我們不是先選擇立場才做事情。這是很多人的弊病，就是他是先選擇立場才決定答案，我們是先決定原則才決定答案。那你覺得原則是什麼？我的原則很簡單嘛，你做有利於台灣老百姓的事情，我就支持你嘛；你對台灣老百姓做有傷害的事情，我就反對你嘛。但是這個太泛了呀。那你覺得現在兩岸，先不說兩岸，就是對於台灣老百姓來說，你覺得什麼事情是有利於的？其實有幾個點嘛，如果要跟兩岸有關，就是支持兩岸交流，然後並且推動兩岸的政治談判議程，我覺得這是必須的。政治談判議程是為了去 push 終極目標嘛，對不對？最主要的其中一個點嘛，那這不是這當然是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最後面的點，真正的 final solution 我們一定要找到。但是真正的點是你不能再讓賴清德這樣的人，再讓民進黨這樣的狀況，他上來之後就把所有東西摧毀了，只因為他的一紙行政命令。你看台灣到現在，兩岸的航班的滿載率是85%以上，你看現在台北飛上海的機票漲成什麼樣子了？為什麼上海變成一個轉機點嘛？飛上海不是飛大陸還要轉機？太扯了，飛日本都直達飛日本台灣有到熊本的直達航線啊，這就不是地震嘛？台灣去日本航點多到爆炸上座率也沒那麼高了，這就是台灣已經做出選擇了呀。對，但是問題是這個是在民進黨治下，你看華航就很認真推動這個，然後最近不是這個恢復了成都的航線嘛？最好笑來了，第一台降落的是 Air China，國航，第二台降落的是 EVA，長榮，第三台是 China Airline， 華航。我說你民進黨華航去什麼？長榮是商營嘛，他哪有錢賺他去哪嘛？那你華航去什麼？香，華航也有績效業績啊。華航因為它也市場化了吧，它算是這個政府，他也知道那賺錢嘛，其實聞着味兒就去了嘛。是嘛？兩岸的這個交流大事是不能被阻撓，因為什麼？兩岸最好的時候是19年的時候，18、19年的時候，延續到614萬、615萬的人流，就是台灣去大陸的。可是那有相對補償哦，大陸到台灣的也很多喲。雖然民進黨那時候已經在打了，但疫情之後，民進黨是把整個切斷嘛。在切斷的情況之下，去年已經到了400多萬，就台灣人去到了，因為他回航那個有壓力的，你知道嗎？你飛機去有啊，那你回來夠嗎？這是一個，因為兩岸如果互通的時候，那去跟回他媽人都爆多的啊，航站場景才開成這個樣子嘛。當時是一直開。如果假設國民黨延續再多執政8年，我現在兩岸航點航班了，那可能台灣機場都塞不下了。是這樣子吧？那我是覺得是說，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是擋不住的。是，但是我為什麼會問你這個問題？最主要的來自於就是說，是現在可能島內政治氛圍是，因為討厭一個人而選他討厭這個人的對手。那如果選上了，是不是又會進入到無限期的拖？大陸人最煩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剛剛跟您在講的過程當中，我一直在說一個點，就是說，可能對於很多台灣的
新進到大陸的一些像您一樣的一些博主啊，或者是一些觀察者，不知道前情，真不知道前情，所以說才會不知道大陸人已經被傷害過，導致於可能比如說這一次我們又 restart 又再次開啟兩岸之間經常只談交流不談統一，只談交流不談最終的那個終極目標，那我們勢必大陸人永遠都是在做受傷和感覺好像我們的情感很廉價的樣子一樣，就是因為有之前的受傷，導致於會有你們去承接出來的後面的它的這個輿情變了。如果你們是08年时期的時候的那個，你們面對的是一片空白，或者是我去台灣地區去做交換生的時候，還是屬於彼此之間有一定新鮮感，對吧？會互相介紹我們自己好的地方，當然也有那種衝突對撞的時候，我也遇到過一些綠營的人問的一些傻逼問題，但是那些傻逼問題我覺得一笑而過就過了，大多數人還是友善的，但現在不是嘍，現在某種意義上面在輿情上面是进入到深水區了。假如民進党再次被選上去，藍的又被選出来，你覺得大陸會有这種耐心嗎？就是至少在我看來，我依舊是這件事情我是打問號，然後容我再繼續往下說，這樣的一個觀點，就是類似於像現在剛剛你也提到了對於鄭麗文的討論，就是我們依稀又聞到了那種感覺又要上當的氣味。比如說我印象有一次我和你打一通電話的時候，我跟你說過一句話，我就舉一個例子，鄭麗文在疫情的時候的那種對於大陸的戲謔的嬉皮笑臉，是在這個少康戰情室裡邊的時候那種我們正在過難關的時候，其實全球都在過難關，台灣也在過難關，但是感覺好像是用一種莫名其妙的高傲的狀態看待大陸在防疫疫情過程當中的，其實我們去看待我們整體防疫疫情，尤其是在毒性比較強烈的那個階段的時候是有效的。但是台灣的那會兒還是名嘴的或者是民意代表的鄭麗文是採取的是一種戲謔的方式，他就會被我們去反覆的拿出來去看，他是這樣的人，他是這樣的人，歷史是會留痕的。那現在 OK， 他成了國民黨的黨主席，高喊着兩岸之間要融合，但是好像依稀也沒感覺到他想往最終統一那件事情上面去 push。那我想問，最終的點就是，好。民進黨被選下去了，被教訓了。那會不會又歷史的車輪又重複來一遍啊？他知道錯了，我們今後還是因為討厭國民黨，我們反過來又去支持民進黨去了。然後國民黨也不去提出對大陸兩岸之間融合的最終的那個目標，然後民進黨也不提出最終目標。那把我們幹嘛耍着玩嗎？用韓國瑜最近這段時間在那個立法機構那個幹什麼？被黑暗勢力給控制了，對不對？對不对？哎，我是有看台灣，我是有關注的啊。是不是台灣的政治還是挺有趣的吧？不，我覺得當吃瓜有趣吧？對，當吃瓜有趣，就說哦，吵架了，吵架總是當8點檔看。我就跟你說，台灣這個就是這個台灣的政治要順起來，對不對？對，你一定要去看那個什麼那個順起來，我傳給你看。太好笑了，真的。我跟你講，台灣政治好玩的地方在這裡，就是。那悲哀也在這裡嘛？對，痛苦並存嘛？對啊，苦樂並存嘛？這麼講好了，這是因為台灣這個體制嘛，它這個搖擺是必然的，我必須說。但是每次搖擺之後，它一定會有一個方向往前走。比如說民進黨的搖擺就是每擺一次，它就擺得跟大陸越激烈。所以我覺得鄭麗文或者是國民黨，或者是接下來可能會勝選的藍白這個聯盟，他們有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OK， 島內這裡是一件事情，就台灣內部的問題是一件事，你總得面對已經風雲變幻的全球局勢跟兩岸問題吧？那這道題總得答吧？對，就坦白講，這道題的試卷不是大陸有責任，大陸是主要的這種推手，但是如果你既然是舉着兩岸之間要向終極目標政治談判的那個角度上面去，這道題是你必須得答的。其實我這麼說吧，我講過一個概念，就是說現在兩岸和平、兩岸交流，甚至兩岸要尋求政治對話的責任，不在北京，在台北。台灣人要理解到，你有一個歷史使命是什麼？如果你繼續的放縱民進黨下去，不管他強不強調台獨，他就是個台獨。所以答案是什麼？只要支持民進黨，你就是背離兩岸。所以因此台灣人有一個責任，就是你不能讓民進黨再贏了。你再贏，你的 final solution 就是衝突。對 ，If you want peace，
OK，make the right choice， 对不对？你如果想要和平，你只有做正確的答案。這是我外國人講的嘛。你 if you want what， 對，你就 make your decision 嘛，你要做點，這外國人講的嘛。好，那這個其實就很能呈現現在這狀況。台灣沒有理解到這個啊！你看台灣學的公民社會，西方公民社會學了老半天，這個你沒有理解到對。在西方公民社會裡面最基本的核心是什麼？那怎麼能讓台灣人去了解到這個事情呢？我覺得慢慢有在增加。你真的覺得台灣地區的那種體感，你在台灣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在民進黨如此反對，每天我跟你講，民進黨最近幹了一個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他反覆恐嚇台灣人不要到大陸，用政府的身份，陸委會直接講出來，每天公布到大陸失聯多少人。搞得跟疫情防疫中心一樣，以前城市都是講廢話，有沒有？這個今天校正回歸今天又加了幾例對不對？對，他真的給你做一個圖卡，是陳時中版圖卡，又失聯了幾人這樣。但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沒人給他信的啦。他出這個圖卡在脆上面被罵，脆有8000萬個賬號，一堆青鳥都假賬號他被罵。為什麼？所以台灣人慢慢理解到了嘛，所以有阿管做這樣行為的時候，大家並沒有唾棄阿管嘛，館長沒有被唾棄嘛，鄭麗文去做了兩岸這個黨首會面，沒有被唾棄嘛。所以你覺得台灣民眾是聰明的嗎？我跟你這麼說啦，群眾不會是最聰明，也不會是最笨的。群眾可以被愚弄，但不會永遠被愚弄。那他真的是開始理解到了，說兩岸之間要向終極統一，或者是終極的那個目標，我跟你去做決定的那個歷史使命感嗎？這邊是兩岸巨大的溫差。就台灣人理解到的，現在只在 Step 1，大陸已經覺得1.0版本，你應該要到 Step 3。對，但是至少台灣比起過去 Step 3 0點，我覺得好很多。以前投給民進黨，大家沒有去想過說這個會讓兩岸變壞哦。大家投給像我們當時我投給蔡英文邏輯，並不是覺得兩岸會變壞會變好，純粹是覺得基於台灣的內政需求，應該讓國民黨滾蛋，因為國民黨其實後期經濟問題處理的是不好嘛，年改問題嘛，各種問題太多了，年金改革什麼的，那所以這是這個概念。我們當時所理解的都是台灣問題，都是台灣內部的問題，沒有去理解到說哦，原來投藍的投綠的最大的麻煩不是台灣內部啊，或者說台灣內部確實是個麻煩了。民進黨的內政很爛嘛，大家都知道了。對。但是更糟糕的是，你的兩岸會出事啊。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為什麼大家給了國民黨多一點寬容嘛？就是這個社會其實國民黨沒啥好名聲的啊。你看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也只堪比民進黨高那麼一點點，也是還是現在耶。你看民進黨做了多少壞事，連毒油這種事情他都敢玩。那最近又在洗白疫情呢，說什麼慈濟買疫苗被騙，我早警告了，對不對？誰叫你們就整天強迫我政府要去推動這個買疫苗的買這個 BNT 的事情？你看其實慈濟被騙了，這不就詭詐嗎？要想洗白陳時中擋疫苗，說陳時中沒有擋疫苗，陳時中擋的是大片，不擋疫苗。這種王八蛋說法，對陳時中肯定大陸人多認識，當然這個太壞了嘛，壞家伙，舉手投足都正人，他竟然敢想洗白陳時中，被多少人罵，大家唾棄也很生氣。好，問題來了，這一點台灣人在調整是什麼？就發現哦，原來是這樣，民進黨就是會把兩岸關係搞壞，他用了10年時間，也告訴台灣人非常充分了，民進黨就沒有要處理兩岸關係，因為當時蔡英文打的是兩岸不要斷。就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結果現在叫什麼？現在叫做這種鬼扯的騙子。現在叫什麼？叫做四個堅持嘛。對不對？對，堅持兩岸互不隸屬嘛。第一句話就破了，就廢了。對，所以我意思是說，大家也理解到，民進黨確實，你選給民進黨，你就要面對兩岸走向壞的這個事情。所以這就是兩岸巨大溫差。我再往下延伸一個。很有意思的你一定要聽我講這個，我就算是半個獨家給李翔啊。大陸的朋友在看待兩個問題的時候，first 或者是最大的一定要先談，那你支不支持統一？當然。台灣人理解這個問題是什麼？我們至少先有善意，但是你老把統一掛着給台灣人，就說哇，你的交流好有目的。不是有目的是有錯嗎？我跟你講，這是兩岸理解巨大溫差。我跟你交朋友也是有目的的啊，我覺得這個目的不是一個壞詞啊。就我想有一個朋友，然後這個朋友是善意的，然後我想和他，無論是他們就是成為好朋友也好，還是什麼未來能夠合作也好，還是怎麼樣也好 ，anyway，
但是就是想成為朋友，有目的有錯啊，所以這很有意思嘛，就是两岸之間未來走向統一這件事情有錯啊，所以這是台灣理解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因為我做很多兩岸口音嘛，我們大陸的同學口進來跟台灣同學，台灣人說為什麼大陸人聊兩岸總聊統一？這是使命感吶、信念吶、信仰啊，差異，這就是兩岸之間差異。那只能證明台灣民眾就是尤其是。對吧？沒有信仰，沒有。也不能這麼說啊。就是你說台灣人，你跟他談統一，他能不能接受？如果能夠過好日子，行啊。但是你不要那麼目的性嘛，你懂嗎？這個東西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跟你講，這就是雙標。你聽我講，對，這就是雙標。對，可是你去過台灣，待過台灣，你可以理解台灣人這種。我能理解，但是大陸人是不能理解，而且大陸會覺得你是雙標。對，這就是說，我說這個雙標就特別搞笑的一點，就是來自於說，你一方面說你不要有那個目的嘛，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得跟我提条件，条件不是目的嗎？能讓我們變得更好一點，那不是目的嗎？就是。對，那就又回到了我們一開始很早之前，你很難得看見我這樣，對吧？就是這種一瞬間失望的表情，這一瞬間激動起來，又回到剛剛一開始我們你來這兒我們聊的時候說的那句話，就是我為什麼逐漸失望和覺得心累的原因點就來自於這個，就是台灣給我的一種感覺，就是一種既要又要的，並且還要的如此理所應當和如此。我不說難聽的詞兒了啊，但是就是要的如此理所應當，還不臉紅心不跳的那種狀態。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麼08年那一次的兩岸交流是失敗的。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交流是帶有責任跟使命的，至少對大陸人來講。是的。但是這一波新的交流，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都非常理解大陸統一兩岸的決心是好，是堅定。而且願意付出一切代價的，所以是感受到我們是需要去做這道題了，是這意思嗎？應該這麼說，終於理解了原來大陸人在交流的時候，他的大前提是統一。但是即便這樣我知道你有前提，有些台灣人感到心裡不是很舒服。但是好吧，接受吧，反正因為你總得交流啊，好吧，接受吧，這是台灣人得接受的命運嘛。前陣子我訪問彭文正嘛，然後彭文正訪問鄭麗文，我幫他牽線的。然後後來我又訪問他，因為我很常跟彭批連。彭批是個經典的台獨，我知道，對，喜樂島那一系的，他們是台獨中的台獨。對，他們最近不是前陣子不是轉了嘛？喜樂島還出了一個聲明嘛，被台獨罵死了。但喜樂島沒有說他沒有收回他是屬於喜樂島那一系的。他說，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高興或不高興，台灣的前途從來不是2300萬人決定的。所以他支持和平統一，我同意啊。所以你懂我意思嗎？对，非常好。你看有台獨感受到這個，他變成統派了。雖然等待時間驗證，因為就像台灣，就是你講的，大陸很怕上當嘛。但不管怎麼樣，這是一個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說，這個台灣人在這一輪新的交流就被人家卡斷之後，我們可以這麼說吧，兩岸交流可以分成大概。maybe 3-4個時期吧，最早的時候是都不交流，再來是老兵探親，對，然後再來就是這個什麼李登輝時期，那開始就各種三通嘛，對，不直航時期，再來到馬英九的直航時期，三通全通的時候，再到蔡英文的阻斷時期，蔡英文是逐漸收場，但是他沒有完全收場，到前面是這個徹底的斷線，然後到最近的恢復時期，這一波的恢復跟願意去兩岸走訪的人。我覺得他的底層邏輯，或至少他的認知裡面多了一件事，就是兩岸交流必然伴隨統一這件事。我覺得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至少我走訪的感覺是這樣，因為我走了很多地方，也遇到很多我們台灣的鄉親。所以結論就是，你認為這一波兩岸之間交流，並不是台灣民眾想要說，只是回到08年的。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那種兩岸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個氛圍，而是心裡面已經清楚了，一旦再次選擇兩岸之間交流這條路，並不是只是交流，而是要去談，最終的目的要去談判，而是台灣也某種意義上要下場提出你們的邏輯。
這麼講好了，台灣的還是比較半推半就，整體來說啦。然後，但至少比08年的時候要。對，眼神澄澈一點的感覺。好，你懂我意思？因為眼神澄澈。因為上一次的時候，我認為沒有這個意思是，因為那是第一次嘛。這一次的時候是台灣人更主動的嘛。那你在主動的過程當中，你自然而然你要更多認知到這件事情，它就客觀存在，而且大陸更強了，態勢更明顯了，國際的主客觀環境也變了，中美關係也變了，對吧？而且什麼又有俄烏，又有中東、伊朗，台灣難道是瞎子嗎？傻子嗎？台灣只是不太願意承認，台灣已經喪失對兩岸事務的主導權了。可是這個主導權裡面是大主導權喪失，但是小的主觀意識化成主觀動能，這個空間還是有的嘛。比如說你自主的去加強交流，我自費去大陸玩，行吧？所以我覺得這個改變你是能感受到的，是絕對能感受到，所以人才上升啦。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這個改變還帶在大陸其實對台灣的，就是台灣民間對台灣有一群已經相對不滿的狀況之下產生的。黎曼那一回，兩邊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吧？而且張明清不是被那個王定宇推倒那一次嗎？全社會是譴責張明清的那一次。那時候大家還是相對是很友善，因為那時候沒有深水區嘛。這一次是帶着深水區，但人數還在上漲，手來族在增加。我覺得它有一些根本的变化，但是我也必須說，就是大陸同胞不期待、不期望，甚至主張立刻武統，都知道，也都能理解。所以我覺得台灣人也不要想說，那你再給我點時間，不要請了大陸人了，你就做。他願不願意給你自己想。那我相信兩岸是同胞，同根同源同族。既然有人在努力，自己的兄弟在努力，哎呀。好啦，你再試試看唄，对吧？這是基於我主觀，我主觀給你的嘛。我的理解就是還是沒有跳脫於我對台灣同胞或者是台灣地區這個土壤提供出來的大家的這個思維邏輯方式，就是矯情且緩慢。對於未來，這個大陸不是有一種說法說台灣嗎？就是這叫什麼？叫做池淺王八多嘛。對啊，就是樹小妖風大，廟小妖風大，這個池淺王八多。台灣的，你看香港，你對香港也稍微了解。香港人口占我們多少？1/3。他們亂不亂？拍戲多不多？你知道李敖曾經說過一句話，就是香港很可悲的一點，就是所謂想要實現那個 democracy 的事情没有往大陸的方向去看，而是往台灣去看去了，所以說才當時那麼亂。但我的意思是說，我為什麼說這個了哈？就是說我再做一點補充啦，就是第一個，但凡實施 democracy 的地方，它都非常的多。大陸是被蓋在副家長室的下面，所以大陸的下面的輿情是複雜的，但是比較到上層是澄澈的，因為它有一些過濾的篩子，它有的是犯法，比如說像政協啊，比如像人大會議啊等等的很多的收集輿情的方式，讓輿情不要是上升到更高維度，而是可以在散雜的輿情當中，透過專家學者的遴選，或者是討論探討收集的問題，把它慢慢結合成一個想法，進而可以在決策的時候減少分裂的狀況，更加的團結力量大，更加的能夠齊步走，然後發揮主觀能动性，這是大陸的做法，這叫集中式民主嘛？叫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嘛，哈，然後並且是但是這套體系全世界複製不來的，我必須說，依照我對歷史的觀察，我覺得大陸的體系無可複製性，這是屬於中華民族獨特獨有的，再加上新中國成立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之下，所形成的獨特獨有的特色，沒有地方可以複製的。台灣走上了這個西式民主之後，它也跟中華文化做了一些結合，它就變得很混雜。它有宗親故禮啊，因為西方人比較沒有宗親故禮的概念嘛，宗族故禮啊，你看我們姓李啊，姓李也可以拉票呢，對不對？對，我同業工會也可以拉票，各種都能拉票，但是比西方多了很多複雜的因素在裡面，所以它更亂。而香港就是一個非常百花齊放的地方嘛，所以香港的亂度不輸台灣呢。就是在19年之前，它的這個複雜，我說的亂不是說貶義啦，我就說希望香港朋友不理解，就是說是複雜程度。好 ，OK， 好，所以回頭團，你剛才講到失望，我非常能理解，因為如果你不失望，你就不是個人啊，你知道嗎？你是聖人啊，所以你得失望，你當個人啊，有點人味，用力的失望，好不好？
因為聖人沒有人味，沒有人味的事情是怎樣？是沒辦法推進事情的。所以我覺得這股失望就是要拉出來，而且要讓它夠臭，讓台灣的老百姓知道你很臭，你知道嗎？你在兩岸的問題上你很臭，那你必須承擔嘛。那這樣子，但是我必須說，一般老百姓他是無辜，所以我們坐在第一線當擋土牆，希望這些箭靶往我們這邊射。當我們把這些箭靶我們收集起來，然後跟大家分析為什麼我們是臭的，所以我才說，再回到一開始那個點吧，兩岸的和平責任在台北。我講台北是指台灣整體。我補充一下你這句話，我覺得兩岸之間，咱們倆今天那麼長時間的交流，我覺得最終你說一句，我補充一句，也許就是我們倆交流出來今天的一個核心。两岸的統一責任在大陸，兩岸的是否和平，現在看責任在台灣，在台北。哎，這個不錯。為什麼呢？你們的一念之間，會讓和平還是戰爭，再從中去選擇。但是統一的主推手是大陸，這個是絕對的，因為大陸是承繼下道統、正統，並且的那一座大旗嘛。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說，大陸作為中央政府是有責任和義務去促成祖國的完全統一，並且這也是我們歷史使命之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但是方式现在具有某種意義上面選擇權的主導性的人是在台北，所以一念之間，所以我們已經是到一念之間了，就這麼說吧，吾輩當自強，真的吾輩當以為之吧。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積極在做這件事情。其實就像你講的，真的很累。當然，你看我們小編都睡光了，所以倒光了。而且不要說，我們今天小編是一個大陸一個台灣的哦，都年輕人，都比我們年輕那麼多。對，他們都扛不住了，我們這些老頭子扛住了。對，我們這些真的，對，一般情況下，只有年紀大的人才會絮絮叨叨啊。對，沒絮絮叨叨，沒節目可以看。對，沒有我們的絮絮叨叨沒有看了。OK，哎呀，今天非常開心啊！這個真的是，好朋友一來，面對面的話聊的絕對比在線上要好很多啊！肯定的，就酣暢淋漓，會很開心。對。希望你今天來到北京的這次行程，不虛此行，來到破圈的這把椅子上面和我們面對面之後，我們的感覺會非常棒。隨時想再來。好，那就是期待着你隨時能夠來到北京。我也期待着有朝一日，島內不要再用各種奇奇怪怪的理由阻擋我們大陸去到台灣，然後去到你們的。对啊，你應該讓我2.0啊！對，大家好，我是歷史一起秀的主持人歷史哥李一修啊。那我們超越極限，讓世界變得更顛。現在已经越來越顛了。哎，你知道嗎？最近這段時間，大陸有一個電影在上映，那個叫什麼牛來了，牛來叫牛來，特別扯，就是一個那種2維都算不上的動畫。然後卻每天發着自己我們的這個票房突破5萬啦，突破10萬啦，突破15萬，然後好多人就去獵奇，想要去看這個電影有多爛，有多好笑。然後所有的人都是帶着一種奇怪的理由去到了那個電影院去看這部電影。這就是世界已經變顛了，你知道嗎？世界的顛化是必然的。對，你要知道雲南人啊，就是世界都已經變雲南人了。為什麼呢？因為雲南的縮寫是顛。哎，我知道，顛。對，讓世界變得更顛，好吧？好，那這期咱們的破圈和北北對談就到這裡了，希望歷史哥經常來。下期節目再見，拜拜。